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，一位名叫老伙计的期货交易大神，如何在几乎不看盘的情况下赚到了近6000万的惊人利润。他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交易的艺术，还揭示了行为金融学的一些深层逻辑。你们可能会好奇，不看盘怎么赚钱？难道他有超能力？其实不然，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他的交易哲学，探讨他为什么选择不看盘，以及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。我们还会结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行为金融学之父丹尼尔·卡尼曼 （Daniel Kahneman） 的理论，帮大家理解老伙计的成功之道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谁是老伙计？首先，我们得认识一下这位主角。老伙计真名彭润涛，是一位来自重庆的职业操盘手。他出生于1971年，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，科班出身。从1993年开始接触股票交易，到2012年转战期货市场，交易经验近30年。在大盘手网的梦之星期货实盘争霸赛中，他的账户累计盈利5963.33万元，收益率高达 150.76%， 最大回撤仅 19.78%。更惊人的是，从他2016年开始展示的老伙计账户，到2021年，盈利已超过7400万元。如今，他的资产规模据说已达数亿。但最让人惊讶的是，他自称几乎不看盘。他在采访中说：“我平时只看日线收盘价，就像刀掉下来的时候，我不会理会，得等到刀在地上扎稳了，我才会看。”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反直觉？大部分交易者都盯着 K 线分秒必争，生怕错过任何波动，而他却选择视而不见。那么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答案藏在他的交易系统和行为逻辑里。不看盘的交易系统。老伙计的交易核心是趋势跟踪，他称之为高买更高卖，低卖更低买的顺势交易。他不追求抄底摸顶，而是等待趋势确立后，在支撑位买入或阻力位卖出。他的操作非常简单，主要基于日线收盘价，通过观察支撑位和阻力位来判断入场点。他会提前挂好条件单，设置止损，然后交给市场决定结果。他明确表示，盘中设好止损就不会进行其他操作，如果单子被打出来，手机会有消息通知我。这种不看盘的策略有几个关键点：一、只看日线，过滤杂波。他认为日线收盘价最有意义，因为它经过一天多空博弈，是市场真实意图的体现。短线交易者会在收盘前离场，留下的持仓反映中长线趋势。他在采访中说，日内交易者离场，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日内杂波，这让他避免了盘中价格的随机波动干扰。二、机械化挂单，减少干预。他习惯高挂条件单，入场后通过移动止损管理仓位，而不是主动止盈。他说，我很少会分布入场，因为品种很多，每个品种仓位很小，没有必要分布。这种机械化的操作减少了人为调整的冲动。三、分散投资，组合对冲。他同时交易几十个品种，包括棉花、护铜、螺纹钢、PTA 等，仓位通常控制在 0.3% 至 1% 的风险范围内。受马科维茨组合理论影响，他强调分散化能形成自然对冲，降低单一品种的风险。四、不预测，只跟随。他不试图预测市场，而是跟随已经形成的趋势。他说，我从来不在低点进场，我觉得做趋势不是低买高卖，而是要高买更高卖。这种后发制人的策略让他避免了追逐短期波动的陷阱。通过这些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老伙计不看盘并不是懒惰，而是建立了一套高度简化和系统化的交易规则。它的核心逻辑是，市场自有规律，只要抓住趋势主线，盘中波动不过是噪音。为什么不看盘？行为金融学的底层原因。现在我们进入最有趣的部分，为什么老伙计选择不看盘？
这不仅仅是技术选择，更是他对自身心理和市场行为的深刻洞察。我们可以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，特别是卡尼曼的研究来解释他的逻辑。卡尼曼的双系统理论。卡尼曼在《思考：快与慢》中提出了人类大脑的双系统理论。系统一，快速、直觉驱动的情绪系统，负责本能反应；系统二，慢速、理性驱动的逻辑系统，负责深思熟虑。在交易中，看盘往往会激活系统一，使价格跳动容易让人产生恐惧，价格下跌时或贪婪，价格上涨时触发冲动性决策。比如看到价格突然下跌，很多人会立刻止损，看到上涨又忍不住追高。这些情绪化反应往往导致高买低卖，与盈利背道而驰。老伙计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他在采访中说，我觉得眼睛是最重要的工具，看到市场的趋势、摇摆、突破、回拉，眼睛才是看得最清楚的。但他也补充，做期货不要相信你心里想的，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。这里的心里想的指的是系统一的直觉冲动，而眼睛看到的则是系统二基于日线数据的理性判断。他通过不看盘，刻意屏蔽了盘中波动对系统一的刺激，让系统二主导决策。损失厌恶 （loss aversion）。卡尼曼的另一大发现是损失厌恶。人们对损失的痛苦感受远超对收益的快乐，通常是2倍以上。这解释了为什么交易者盯着盘面时，稍有回撤就忍不住止盈或割肉。老伙计却说，我现在已经很少去主动止盈，宁可吃到嘴里吐出去，我都不主动止盈。他还提到2016年双11极端行情，浮盈几百万瞬间回撤，他坦然接受，亏钱对我们交易员来说很正常。这表明他克服了损失厌恶，用长期视角看待短期波动。过度自信 overconfidence bias。 行为金融学还指出，交易者常因过度自信而频繁操作，以为自己能预测市场。老伙计却说，在市场面前，我们都是小学生，都是在盲人摸象。他不预测震荡或趋势的起点，只在趋势明确后行动。这种谦逊态度避免了过度自信导致的无效交易。锚定效应 anchoring effect。 盯着盘面的人容易被当前价格锚定，难以跳出短期思维。老伙计只看日线收盘价，等于主动放弃了盘中价格的锚定点，转而锚定趋势的支撑和阻力位。他说，支撑和阻力是客观的，是相对唯一的，这让他聚焦于市场结构，而不是被短期波动牵着走。通过这些行为金融学原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老伙计不看盘的本质是对人性弱点的规避。他深知情绪会干扰理性，而盘中数据是情绪的放大器。通过简化信息输入，只看日线，机械化执行挂单和止损，他让自己远离了系统一的陷阱，最大化发挥了系统二的优势。不看盘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。除了行为金融学的解释，老伙计的不看盘策略还有更深的理论支撑。结合它的实践效果，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：一、趋势跟踪的统计优势。老伙计深受利弗莫尔和道氏理论影响，认为价格永远朝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。趋势跟踪的核心是抓住市场惯性，根据统计学，价格一旦形成趋势，延续的概率大于反转。他在采访中说，趋势一旦确立，方向改变是很不容易的。不看盘让他避免了因短期反转信号而提前离场，错过大行情。比如2020年，他抓住了油脂、黑色系等多品种趋势，每个品种赚几百万，累计利润暴增。二、简单策略的鲁棒性。他反复强调简单最重要，因为复杂的策略在多变的市场中容易失效。他说，如果策略不简单，鲁棒是不可能好的。统计学中的鲁棒性 robustness 指的是系统对异常情况的抗干扰能力。不看盘，只用日线和支撑阻力位，减少了变量，
让他的系统能在不同行情下保持稳定。3、风险管理的数字游戏。老伙计把交易视为经营风险的数字游戏，他设定单笔风险不超过 1%， 总风险不超过 10%， 并坚持小额交易。他说，交易最重要是活着，保证自己不下牌桌，就永远有机会。不看盘让他避免了因情绪化加仓而放大风险，保持了资金曲线的健康增长。实践效果。从数据看，他的账户最大回撤仅 13% 至 19.78%， 却实现了10倍增长和每年无亏损的记录。2020年趋势行情中，他分散持仓几十个品种，平均每个赚几百万，充分体现了不看盘加组合交易的威力。我们可以学到什么？老伙计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，尤其是对普通交易者来说。他的不看盘哲学并不是让我们完全放弃盯盘，而是提醒我们：一、简化决策，专注核心，减少信息噪音，抓住趋势主线，而不是被盘中波动牵制。2、控制情绪，相信系统，用机械化规则对抗人性弱点，执行力比预测力更重要。3、管理风险，追求长期，限制单笔亏损，分散持仓，确保活得够久才能赢。卡尼曼曾说，人类并非理性的经纪人，而是受限于认知偏差的决策者。老伙计通过不看盘，主动设计了一个远离偏差的环境，让自己更接近理性交易者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老伙计如何不看盘赚6000万的故事。正如丹尼尔·卡尼曼所说，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为金融市场设计的。在交易中，我们往往会被情绪和认知偏差所左右，做出非理性的决策。而老伙计通过一套科学的交易系统，成功地克服了这些障碍，成为了市场的赢家。从他的趋势跟踪系统，到行为金融学的底层逻辑，再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，我们看到了一位交易大师如何用简单战胜复杂，用纪律对抗人性。他的成功告诉我们，交易不仅是技术活，更是心理战。你觉得他的方法可行吗？你会尝试不看盘交易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